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对于年轻人有做重训或出重工作的人，也应该特别注意。退化性关节炎对年轻化越来越普遍，现在老年人年纪也越来越大，有到100岁很多，所以就说退化性关节炎不限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可能。关节炎它包括退化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等等等等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年轻的也会假如年轻人的话，我们原则上是讲说创伤性关节炎。对，那老年人才讲说退化性关节炎，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有做运动或是有运动伤害。那现在做肌力训练非常多，那运动也很多，运动就有运动伤害。那这一部分呢，也会造成这个骨质的这个退化就是创伤性关节炎也会造成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年轻化的问题也是要注意。膝关节是由股骨、胫骨还有髌骨所组成的，然后它有十字韧带、半月状软骨、外侧、内侧的侧韧带。关节炎退化的话，是从半月状软骨开始退化，再来就是磨损到软骨，再更严重的话，就把它的硬骨也都磨掉了，所以变成说磨一边骨刺长出来了，变成 O 型腿，然后它就会疼痛，走路会跛行，然后膝盖会变形。活动的时候可能有咔咔咔咔的声音这个可能都是关节炎的这些症状。关节炎可以原则上分成5级第1级的话就是它只是疼痛，但是 X 光没什么变化。第2级的话，你就是要照核磁共振，它才看到说你那个骨质已经有变化了第3级的话，就是 X 光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你有变化，或有小的骨刺疼痛这些都有。然后第4级的话，它已经是那个磨损了，而且骨刺越来越严重，或者脚已经有变形，比如说 O 型腿X 型腿这些都有可能。那第5级它已经是造成关节面的狭窄，然后那个活动受限了那疼痛是一定有。原则上是这样，你1、2级1、2级就是药物治疗就可以了3级以上，3级、4级、5级，那你就是要做更积极的治疗3级的话，就是你可以给他除了物理治疗以外那体外震波也可以做，那玻尿酸也可以打，那 PRP 或是 PRT 这些都可以治疗。到4级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治疗，那可能就是它对于这个物理治疗或是震波这些效果都比较不好，玻尿酸可能也效果不好了，因为我们都要做 PRP 或是 PRT， 因为这个它有那个生长因子，能够让软骨能够增生那玻尿酸它没有这个功能，它只是润滑作用。你不管是4级、5级你不想开刀或不能开刀的病人做这个方面的治疗病人的接受度也比较高，而且效果也不错。PRT 动经就是抽自己的血，经过离心处理后，取富含血浆的血小板来打入关节里面去。因为它有10亿个血小板，有生长因子，它能够让软骨增生。PRT 它的好处就是我抽1次血就可以做成10瓶、20瓶的结晶。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就是把它稀释一下，然后就可以打。这样子的话，很多病人不喜欢每次都抽血，这样它可以减少疼痛，然后它保存期限可以维持到3年，它的效果都可以保持得非常好。打完 PRT 以后我们就是先请病人做冰敷的动作。我们第1天一定是先给他冰敷避免说他那个肿胀然后打完之后，你避免去做那个剧烈的运动因为运动的话会加强他的那个损伤第2天、第3天以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然后你第1天可能不要去泡澡让它那个 PRT 能够吸收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做复健的治疗，这样加强它的效果。我想就是说，你有这个关节炎的问题，你不管是退化性关节炎或创伤性关节炎，及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你到了晚期治疗，效果就会比较差，因为它软骨还没破坏那么厉害。然后你给它这个 PRT， 它生长因子进去以后，它那个软骨回春增生的效果就会好。那你到了晚期效果就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越早治疗对病人越好。